2026年5月13日，北京时间晚上8点03分，首都国际机场的停机坪迎接川普的排场，大到了极点。红毯铺地，三军仪仗队刀锋凛冽，足足300名中国青年在夜色中挥舞着星条旗。美国总统的黑色防弹车队已经像狼群一样死死咬住了飞机的腹部，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等待那个让中南海胆寒的川普走下险梯。但在这一秒，在全球视线的绝对高潮，中共国家级外宣环球网的英文直播信号被啪的一声强行拉下了总电闸，画面戛然而止。中共把红毯、礼宾、副国级接机的高官全都摆出来了，为什么却在最后一刻连个近景都不敢给？因为这套大国礼宾给得太满，满到足以刺瞎国内亿万小粉红的眼睛。就在落地前半小时，环球网的英文直播里，中共专家还在用极其卑微的英语向全世界释放缓和信号，哀求着中美互相需要。听懂这极其恐怖的精神分裂了吗？英文外宣对美国人摇尾巴，说我们还要做生意，而中文内宣却死死拉下电闸。因为一旦把副国级高官在夜色中谄媚跪迎，美国总统踩着红毯进入北京的真实画面传回墙内，中共苦心经营多年的反美战狼叙事会在一夜之间面临极其恐怖的系统性崩盘。这是中共独裁维稳机器撞上真实世界红毯的一场致命的政治休克。你以为中南海拉下电闸，搞个视觉黑箱就能掩盖一切了吗？错，这帮高坐在红墙里的官僚根本不知道现实有多么魔幻，多么打脸。当川普那支极其庞大，甚至带着美国维安特勤车辆的黑色车队浩浩荡荡地开出机场，驶向北京四季酒店的时候，一场让中共宣传系统彻底崩溃的政治车祸发生了。这支极其庞大的黑色车队由多部中国礼宾警用重型摩托车开道，为了让美国总统的座驾、野兽和随行的维安特勤车辆通过，北京的核心路段被全面清空。车队通过四季酒店前的一个单一路口，整整花了将近5分钟。5分钟啊，在寸土寸金、戒备森严的北京城核心区，让一支外国领导人的车队保持高强度压迫感的阵型，连续滚动5分钟。这是一场美利坚权力图腾在中共首都进行的一场极度傲慢的政治武装游行。那些平时用来威慑老百姓、用来开道维稳的中共警用重型摩托，此刻正拉着警笛，像最忠诚的护卫一样，把那个几个月前还在新闻联播里被痛骂为美帝纸老虎的人一路护送进北京最豪华的酒店。这警笛声听在长安街两侧老百姓的耳朵里是热闹，但听在那些苦心孤诣、煽动反美情绪的中共文宣大员耳朵里，简直就是丧权辱国的哀鸣。车队的引擎声每轰鸣一下，就把中共平视世界的遮羞布撕碎一寸。现场呢，数百名围观民众爆发出的欢呼声，更是给这场物理碾压配上了最讽刺的背景音。中南海那帮决策者此刻正躲在屏幕后面，眼睁睁看着这只黑色狼群碾过北京的街道，他们连大声喘气都不敢。为什么不敢？因为他们知道四季酒店不过是个临时落脚点。当这5分钟的武装游行结束，当川普在这家美资酒店的总统套房里安顿下来，第二天上午10点，那支庞大的车队将直接开进人民大会堂。在那里等待川普的将是一个已经被彻底架空的政治僵尸和一份早就在韩国仁川密室里起草完毕的历史代价清单。中美之间这场史诗级的路线交锋终于要在这座红墙内见血封喉了。北京负责演大国盛世，负责给川普开道。但是朋友们，美国的车队可不是白开的，红毯也不是白铺的。这背后的买路钱到底是谁在付，在哪里付？让我们把目光从北京四季酒店的总统套房平移1000公里，看向韩国的首尔。在特朗普大兵压境，中美进行世纪大博弈的这一天，掌管中国经济命脉的最高主帅何立峰
竟然不在北京，在别人杀到家门口的时候，居然玩起了失踪。官方通稿轻描淡写地说，他去韩国跟美国财长贝森特磋商去了。但是外媒扒出来的细节却让人惊出一身冷汗。何立峰和贝森特的这场会谈长达3个多小时，但见面的地点不在任何高级别的国宾馆，而是在仁川国际机场的贵宾室。机场那是过境口，是临时落脚的通道。世界前2大经济体的核心经贸主帅，居然在一个大门紧闭、连只苍蝇都飞不进去的机场临时密室里搞压哨谈判，在政治黑话里，这叫黑市交割。更恐怖的是这背后的时间差。大家想一想，几百亿美元的农产品、能源采购、关税的底层协议，哪怕是一个标点符号，是不是早该在半个月前就敲死了？说明直到特朗普上飞机前的那一刻，中方的底线美国人依然不买账。所以何立峰不得不像个救火队长一样，亲自跑出国门，去接下美方在落地前抛出的最后通牒，让我们在脑海里还原这极其残忍的1秒钟。北京时间5月13日中午，当何立峰在仁川机场的密室里满头大汗地对着美国财长摊开那本屈辱的账册，开始算账的那一瞬间，大洋彼岸，川普的空军1号刚刚在阿拉斯加加满燃油，巨大的引擎喷吐出烈焰，直扑北京。川普的飞机刚抬头，何立峰的账桌就落锁，一个带着制裁大棒往北京飞，一个被按在韩国的密室里交底牌。这是美国人对中共极限施压的完美闭环。习近平要给国内看红毯，要维持大国领袖的幻觉，所以他必须把最难看、最丧权辱国的那本经济血账从北京的主桌上切割出去，让何立峰在韩国机场的阴暗角落里把保护费付清。这就是独裁政权的悲哀。面子留在了北京的夜色中，而里子却早就在仁川的密室里被掏得一干二净。但这本经济血账还只是中南海付出的第一笔代价。当何立峰在仁川签下字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跟着川普一起飞往北京的那架专机上还坐着2个随时能让中国经济瞬间脑死亡的科技死神。朋友们，在这个每天都在见证历史巨变的时代，不管是墙内的朋友还是海外的华人，保持清醒的头脑和强健的体魄比什么都重要。在这里我要给大家推荐咱们节目的老朋友普瑞堂的明星滋补产品玄宝黑参，是迅速恢复元气、固本培元的顶级选择。一整根高品质的玄宝黑参大约能吃1个星期，足够让你的精气神保持在巅峰状态。只要您的单笔订单买满500美元，直接赠送您一整根高品质的玄宝黑参。而且这个福利上不封顶，买得多送得多。结账时请务必记得输入江峰的专属优惠码 JF， 普瑞堂提供全球包邮服务。购买链接我已经放在了视频下方的置顶评论区。好，言归正传，刚才我们说了何立峰在韩国交出的经济底牌，但中南海那帮精于算计的元老们以为花钱就能消灾吗？以为买了几百架波音飞机，签了天价的大豆订单，就能让川普在红毯上给足面子吗？他们根本不知道，在当今这个降维打击的时代，真正的杀招根本不在账本上，而在云端。空军1号在飞越太平洋之前，在冰天雪地的阿拉斯加经停加油。就在这个被视为冷战最前线的冰原上，一个没有从华盛顿一开始就随团出发的男人，在这里半路登上了专机。他是谁？穿着标志性黑皮衣，掌控着全球 AI 算力命脉的英伟达总裁黄仁勋。而另一个早已经压在这趟航班上的是特斯拉和 SpaceX 的掌门人马斯克。朋友们，不要把这当成什么普通的企业家随访。在阿拉斯加这种极寒之地半路登机，这不是顺路搭车，这是一场由美国总统亲自导演的极具仪式感的战前点兵。马斯克手里捏着的是什么？是星链，是悬在中共头顶的低轨卫星矩阵。
这东西平时看起来像商业互联网，真到战时灾变、断网、封城、信息黑洞的时候，它就是一把能从天上撕开封锁线的天机信息刀。而黄仁勋呢，他那件黑皮衣底下藏着的是 AI 时代的算力钥匙。没有美国出口管制点头，没有英伟达这套生态系统，中共的所谓军工智能化、大模型赶超、天网升级，全都要被卡在算力门槛外面。一个锁死了你的天空，一个掐断了你的大脑。这就是特朗普带到北京的科技双花红棍。他是在用最粗暴的方式告诉中南海，我不仅要拿走你们的钱，我还要当着全世界的面把剥夺你们未来国运的科技绞索亲手套在你们的脖子上。那么问题来了，面对这种不仅要钱还要命的极限羞辱，中共派谁来接招？坐在人民大会堂主位上去直面这把科技屠刀的人是谁？是习近平。但他已经不再是你们过去几年在新闻联播里看到的那个定于一尊的最高统帅了。在经历了军队高层的接连暴雷和经济的断崖式暴跌后，最高统帅的军权已经被以刘源为首的军方改革派联手幕后元老们软性剥夺了。他现在不过是一个被架在火上烤的政治僵尸。为什么不直接让他下台？为什么要让他继续站在红毯的 C 位？这就是中共党内斗争最阴暗、最毒辣的算计。因为这口锅太重了，面对美国人史无前例的降维绞杀，中南海必须要签下一份前所未有的城下之盟。这必然会引发全党、全军以及国内那帮被洗脑小粉红的狂怒。元老们极其精明，他们绝不会自己出来顶这个雷。他们需要一个替罪羊，他们需要用这具政治僵尸的手去签下丧权辱国的协议，去接下马斯克和黄仁勋的科技死亡判决书，去把所有对美让步、市场开放、芯片卡脖子、大豆保护费的骂名严丝合缝地扣到一个人的头上。等特朗普一走，等全网的怒火被点燃，元老们就会在接下来的中央全会上借着这股庞大的政治反噬将它彻底清算。当这扇闭门会谈的大门重重关上，中国历史的转折点将在这一刻伴随着一场最惨烈的政治绞杀轰然降临。就在我们这期节目开播前，一位身处信息黑洞、随时面临喝茶风险的墙内普通人，一眼看穿了红毯上那个最高统帅沦为政治僵尸，急需川普来当救命稻草的虚弱底色，已经把这套虚假的大国崛起看破看透了。可悲的是，那些已经逃到海外享受着资本主义自由空气的所谓大外宣和舔吸博主，当空军1号碾压北京，当何立峰在韩国密室里丧权辱国的时候，这帮得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文痞居然还在外网大言不惭地喊着，你们不懂高层的一盘大棋，我大清自有国情在此。这是100多年前满清遗老的口号，100多年后，这帮被圈养的喉舌还在喊这句台词。但历史的无情就在于，无论你如何粉饰，当马斯克的星链在低轨锁死你的空天，当黄仁勋的黑皮衣断绝了你的 AI 算力，你那个依靠删帖、封号、掐断直播信号维持的特色国情，在真正的科技降维打击面前，连一张一戳就破的窗户纸都不如。周四上午10点，人民大会堂的闭门会议就要开始了。一边是带着科技绞索要彻底清算旧账的美利坚讨债人，另一边是一个失去军权、被迫在韩国交出经济底牌，只能靠死缓祭旗来祈求怜悯的末路政权。中共用掐断直播的视觉黑箱捂住了14亿人的眼睛，但他们捂不住这座红墙正在从内部片片崩塌的轰鸣声。当那扇沉重的大门重重关上，历史的车轮将毫不留情地碾过这场世纪末的政治分赃。在这个信息极度撕裂的时代，能保持清醒本身就是一种极其强大的力量。感谢那位墙内普通人的发声，你们的觉醒是这个民族在黑暗中最宝贵的火种。如果你觉得今天江风世界的这把政治解剖刀够锋利，
请大家务必点赞留言，别忘了订阅频道，打开小铃铛。风暴已经降临北京，我们会在前线继续为大家撕开一切政治黑箱。我们下期接着挖。